你好，这是流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面包，来做香肠面包。这款面包的特点呢是做法超级简单，第二个特点呢是特别有嚼劲儿，第三个特点是特别香。面包的香味儿，香肠的香味儿，还有蛋黄酱的香味儿，三香合一，真香，真好吃。哥哥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的坎坷多，我爬上了哥哥的脚。哥哥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的坎坷多，我爬上了哥哥的脚。拍完视频之后，这一锅面包被一抢而光，受到家人的一致好评。强烈推荐你来试做一下。在5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5克盐、10克糖、5克酵母、2克小苏打。先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。之后加入200毫升室温水，边加边搅拌。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加入35克植物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看不到干粉的时候，面团就已经和好了。盖上盖，下面开始发面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，面团发酵完成了，很漂亮的蜂窝状组织，发得真好。首先用倒拳的方式给面团排气，然后将面团拿到案板上，这里呢不用揉面，直接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薄片儿。然后在薄片的上面刷一层菜籽油，从长边的一端向另一端卷起来，卷成一个长条。之后用刀分割成12个小剂子，每个小剂子我们做一个小面包。盖上保鲜膜，防止小剂子风干。拿出一个小剂子，从外向内揉，揉出一个光面之后，捏紧封口，反过来滚圆。
当12个小剂子都滚圆之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利用这个时间，首先来准备烤盘，在烤盘的底面刷一层油，粘住油脂，在油脂的上面也刷一层油，能使烤出的面包颜色更好。接下来在小碗里打入一个鸡蛋，用刷子将鸡蛋打散。这是在超市买的面包糠，放到碟子里边备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第一个滚圆的小剂子，用手将摊平，在小剂子表面刷一层蛋液，之后沾满面包糠，放一旁。这样呢，一个面包坯就制作完成。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个。12个面包坯制作完成之后，放到烤盘里边，下面开始进行2次醒发。我这个烤箱有发酵功能，2次醒发我是在烤箱里边完成的，40度2次醒发了40分钟。如果你的烤箱没有发酵功能，请将面团放到温暖的地方，当面团的体积胀大到2倍大，就说明完成了2次醒发。完成2次醒发之后，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90度预热5分钟。在预热烤箱期间，我们来做一点收尾的工作。这是在新鲜市场买的香肠，将一根根香肠摁到2次发酵好的面包里边。这是放在冰箱里的蛋黄酱，在面包的表面上挤一点蛋黄酱。当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，我们的烤箱也预热完成了。将烤盘送入烤箱，下面开始烤制面包。烤箱的设置是这样的：170度烤制30分钟。我这个烤箱只有这一个温度，没有上管也没有下管，你需要根据自己烤箱的脾气进行调整。面包烤好了，真漂亮啊，出发满满的香味儿。这款面包的特点，除了做法超级简单、特别蓬松之外呢，最大的特点是特别香。
面包的香味儿、蛋黄酱的香味儿，还有香肠的香味儿，三香合一，真是让人爱不释口。吃完一个以后，接着就想吃第二个，真有停不下来的感觉。来看看香肠面包烤好了，你看这颜色真漂亮，厨房满满的香肠的香味，烤面包的火焦的香味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，你看这面包呢，特别脆。这外皮焦的脆的，有一股特殊的香味，再吃到这蛋黄酱的香味，哎呀真香。蛋黄酱的香味，面包的香味，还有火腿肠、香肠的香味，哇，三合一合一块儿，那真是这个小三包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真是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这个面包的表皮呢，焦的脆的，内芯又特别软，再加上这个香味，蛋香味、香肠的香味，真是好。二叔了，太棒了。这个面嚼起来特别有嚼劲，特别劲道。再吃上这肉香和蛋香，哇，真是太棒了。早餐出去旅游，中午带饭，有这一个面包，真是一点不掉价，硬菜。好，来，请你吃香肠面包。不好意思啊，总是我看，总是你看我吃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